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听过了很多音乐，因为我们接触到了互联网，我们不只是听到了我们国内的音乐，也听到了全世界的音乐，然后不管是流行音乐也好，还是古典音乐也好，我们都有接触了很多。那在我们已经听到这么多音乐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对于音乐来说是有一个评判标准，比如说是你有些东西是在我们已知的范围里面的，还是跳脱出我们已知的范围的。所以当有一些年轻人出来的时候，他们如果带着他们的想法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眼前一亮。但如果你出来的时候，你玩的音乐是，我觉得这是20年前的音乐，不只是我这一代，可能我上代、上上代、上上上代，可能都在觉得情理之中的音乐的话，那我觉得它并不太符合流行音乐的趋势。就比如说我经常听到一些很火的歌，然后那些歌其实在我心里面它是一个很浮躁的音乐。对，就是你说这样的音乐我们大家都去听，有些人会把这样的音乐当做一个娱乐的来听，可能这个歌很火，大家都去 KTV 可以唱，然后可是这些火的歌你并不能认为这个歌火它就是好。可能会有很多人说啊，这个歌有这么多人喜欢听，那它不就是好的吗？其实也从某一种理念上来说，它可以算好，因为音乐是不能说，很多时候我们讲音乐不能拿出来去比较，那它火了，它肯定是好歌，因为音乐不就是给人听的吗？其实这个道理是对的，我以前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近2年觉得，就是流行音乐它是要有一个趋势。我其实有时候很好奇，在说这样话的这些人，他们真的会觉得，就是我喜欢的这个歌它很火，它火遍了全国，谁都能唱。你真的敢把这首歌推荐给你的外国朋友去说这是我们中国的音乐吗？我觉得不一定会这样。如果你不喜欢听我的歌，请闭上耳朵。接下来要打开杀戒，穿透你的耳膜，一直到达灵魂的深处，让你崇拜着我，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绝对不会动摇到我的创作，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做音乐是有一个，就是真正学音乐和做音乐的人，我们对旋律是有一个标准的。我们深知什么样的音乐一听就是你是不是在套旋律啊，就是你只是为了迎合这个市场就去写一些好像是10年前的音乐大家都爱听的那个时代的音乐。对，但是这样的音乐是好的，只是说每一个时代是在进步的。你10年前你也可能没有在用那个智能手机，你在用的是按键的手机。对，所以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全世界都在进步，而音乐其实在世界上音乐也一直在进步。那我觉得我们也要做这个事情，但是必须要有人来做。观众的审美呢，是需要做音乐的人来带领他提高的。如果说大家都觉得10年前的这一批歌曲是很火的，这种风格，我们所谓的流行音乐都能唱的情歌，它是很上口的，大家都去 KTV 唱，然后很火。这10年来，我们就其实选择了停止进步，而一直在去迎合市场，这就是为什么。然后那市场就会变成了观众永远在听这样的歌，观众就永远以为这样的歌就是流行音乐，就以为自己很潮，我听的这样的歌是当下最流行的歌，很红很火。但其实我们的音乐其实已经停止在10年前或20年前了，然后而全世界的音乐都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是停的。那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来跳出来去做往前面带领大家往前走的音乐。但是你做出来的音乐可能会让观众第一反应听了之后这个东西跟我平时听的不一样，但我不要听上了，这样的东西可能我唱不了。我也并不是在去说这个不好，只是说当人们都在选择自己能不能唱的时候，而这些做音乐的人就会在想，那我要写的就是要写给他们能唱，让他们成为 KTV 的金曲，那这个时候音乐会容易停止。对，像一出默剧，
视线有武器试探的证据，暴晒很彻底。做音乐是，我觉得审美是大于技术的，但是技术也要有。对，但是审美一定是要大于技术。首先你要有个好的审美，你知道你真正想要做，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这个音乐也许它是一个高级的或者是好的，然后你把它用技术来把它实现出来，对，你才能让大家听到你的想法。对，如果说你只是技术很好，但是你没有好的审美，你一直在做的是流水线上的音乐的话，那你把流水线上的音乐用技术，你也那个技术其实是很简单的，你可能只需要花你50%的技术就实现了你想要的想法，然后你自己很开心，但其实对你来说它是没有一个成就感和突破的，并不是观众去提升，而是创作者去提升。当创作者大家都去做真正好的音乐和领先的音乐的时候，或者是哪怕是不一样的音乐，哪怕它怪、它小众、它地下音乐都无所谓，就只要它是能够让观众听到不同曲风。当观众听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曲风之后，他们会有一个自己的标准答案，他们可以去选择他认为的好的音乐，他想听到的音乐，这样他就有选择。但是现在我们的观众就是永远听的是这样的音乐，因为你在市面上你听不到其他给你不同的旋律了。对，那这样的话，这个市场就会变得恶性循环。那如果一个人站出来要唱一个不一样的歌，他唱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旋律之后，他的受众群可能只有100人、200人或1000人。那这1000人里面只要有一个是因为天赋很好，并且走上了音乐这条路的，他可能会走他的后路之后说啊，我也要做跟他一样不一样的音乐。之后做出来人越来越多，它就会变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来去让市场越来越好。我之前闭关1个月，我那1个月我基本我就没有刮过胡子，也没有剪过头发，也没有出过家门，就是可能除了遛狗的时候，我会下楼去遛一下狗，但是没有出过门，等于没有跟人接触。自拍，我每次就是这样拍。45度角。我每次这样拍。你无法来形容鸟巢演唱会或者一个词。温暖。9月8号和9月9号我在鸟巢国家体育场开我的个人火星演唱会，应该挺好看的吧？因为我自己没有看过我自己的演唱会，我只是台上表演的那个人，但是反正看过都说好。